Hello，大家好，我是 Eric 月熙。那我们今天呢要做的大众占卜的题目呢，就是这个受伤的内在小孩想对你说什么？一个你忽略已久的创伤，正等待被你拥抱。那我们今天呢，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占卜呢，就是大天使的加排列。那我觉得内在小孩的这个的想法啊，或者就是这个的，最近就是会可能近几年吧，就是比较多人去注意这个题材。那其实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童年的创伤，其实对于我们整个人生是影响非常大的。那特别是我自己在做这个的疗愈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很多我们的问题，或是我们为什么可能会有这种潜意识的想法，都是由于我们一些童年的过去的经历所影响的。特别是可能你以前觉得，小时候的事情好像是不是真的影响那么大了？我可以告诉你是，因为有时候好像我们现在的一些看法啊、人生观啊，或是一些做事的想法，很多时候都是透过我们童年，不管是我们经历的、我们看到的去所塑造出来的。那这一次的占卜呢，加百列其实就是想让大家去更认识自己的内在小孩。可能对于这个，如果你没有接触过，或是你想去了解的话，可能这个占卜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入门。那让你稍微了解一下，其实你的内在小孩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呢？他其实有什么话想跟你讲呢？那希望透过这一次占卜呢，可以让大家知道更多。那我们一样呢，就是有3个选项，就是有选项1、选项2，还有选项3。如果呢你现在没选好的话，当然可以暂停。那你就是凭第一直觉，你觉得你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哪一个牌的图案对你最有感应，你就挑那一个去听吧。就希望可以给到你一些的启示或者想法。那我们现在会开始解牌了。好，我们来到就是第一组的选项。那我们首先呢，就是要看的就是你的内在小孩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伤害呢？那我们先看看这一张牌的意思。他就说，在你的生命的旅程当中，你是被诞生或者重生在一个循环里面，好像凤凰一样，就是从灰烬里面重生，就是你每一次都越来越闪亮的意思。那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说可能你的内在小孩是有经历过一些我不能说就是普通的伤害了，因为他是说你是从那些的浴火重生的意思嘛，凤凰这个就是你可能就是经历过很多的事情才到你现在这个时光的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有一种不容易的感觉。而且就是说，就是你其实就是有一个循环，就是其实你就是那种越强越强的状态。好像可能小时候你可能遇到一些事情，假设你被霸凌或是被人家去欺负的时候，你可能经历过这些创伤，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变得更加厉害。那我们会在接下来多抽几张牌，看看到底你的伤害是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是经历过些什么的，到底你的内在小孩。我们抽到3张牌，第一张是这个叫主人呢，我们在这个卡里面。那主人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的那些小孩，就是那些小孩经历的创伤，可能是你跟你个人是有关的，而且是你就是可能你怎么建立你的自我，可能你的小孩有受伤，就是可能你的自我曾经被不认可，被人家否定，在你建立自我过程中可能是不容易的，就是可能你可能一开始都会怀疑，为什么我要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父母要把我生出来？可能你会有这种疑惑。另外呢，我抽到的牌是这个极大的幸运。那为什么这个伤害有可能是内在小孩的伤害呢？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都会觉得，如果你今天出生在一个环境很好的家庭啊，或是在别人眼中看到好像你什么都有啊，是不是就是代表你就不会受伤害呢？不一定，有可能反而过来你是有压力的。有些人可能出生在什么医生世家，或是什么律师世家，家里的人都很会念书啊，很会做什么啊，变得像他都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可能你的内在
三小孩就是可能在别人眼中你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却其实你就活在一个很大的压力当中，就是因为你人家看起来的幸运，所以有可能就是你的小孩也因为这个地方是有受到一些创伤的。之后呢，这个官财官禄就是重生的意思嘛。那我觉得跟你的主牌是对应的，就是有可能你的整个人生的就是成长经历里面，可能是有曾经被人家让你觉得受到一些很毁灭性的打击，甚至乎你可能有一种不想活吧，有可能曾经受到一些打击啊，你觉得？所以这就是让你的小孩就是有一种好像曾经有一个痛苦的过去。那我们会再看一下。再抽到几张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第一组的能量是挺重的，就是你发现抽到的牌也好，或是那种感受性也好，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现在应该给人的感觉不会很重，因为你看它是比较可以好像头上有放光的感觉。可是如果讲到你过去的经历的话，你发现那个牌都是比较沉重的。第一个就是痛楚，就是说你可能曾经有受到一些伤害，你是让你觉得很担心、很害怕，而且有一种我觉得是说不出来的吧，那种痛，是好像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因为我们接下来看到就是这个沉默，就是感觉被冻结，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表达出来的，有一个石头的墙包围着你。就是我觉得可能你以前的过去是很少跟别人去投入过，你有受过这些伤害或者这些痛苦的事情，甚至乎有可能大家都只会流于那个表面，看到你很光芒的一面啊，或是看到感觉很幸运的一面啊，可是你的过去是很少让人家知道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看下来，就是看到这个深度，就是这个的关于你自我的就是觉察性啊、重要性啊跟价值，所以有可能就是说，其实你个人的价值观，有可能就是你的价值观曾经跟人家不一样啊，或是你看东西的深度不一样啊，或是你对一些事情的重要性跟别人看待的方式不一样。假设可能你生在一个比较重视利益关系的家庭，可是你个人是比较大爱的，你可能觉得情感比较重要的，可能你的价值观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你有可能就是因为你会怀疑，我做这样的想法是对的吗？我这个的观念是正确的吗？因为当我们小时候如果就是有一种跟别人不一样，被别人否定的时候，不自觉你有时候会怀疑自己，甚至不因为这样你的内在小孩就会形成，因为你可能觉得没有被接纳。好了，我会接下来看看到底有什么的伤是你忽略的，但是一直都影响着你的呢？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章是这个快乐。为什么我们说快乐是你忽略，但是影响着你呢？因为你会感觉到他在跳舞，他在很开心的感觉，很和谐。我不觉得就是说你有一种就是像表面和谐，就是你可能会很擅长去隐藏你的伤痛，你不想把不好的一面展示给别人好像我自己觉得射手座就很明显有这种倾向，因为他会觉得好像我把这个事情跟你讲，你也没办法带给我帮助，不如我不讲。OK， 所以你的一直冷藏这个东西，其实一直都可能是有影响着你的，因为你在别人眼中就是好像很乐观、很积极、很阳光的，可是问题是说，你从来就是可能没有把真实的一面给别人知道的时候，可能有些东西你会担心，其实你的潜意识会担心，是不是今天如果我把里面的一面展现出来，是不是别人就会不接纳我呢？他们会不会觉得我跟他们想象中不一样呢？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叫倒塌的意思，就是有种就是突如其来的改变，让你没办法，就是好像一种完全改变啊、转换啊、就世界崩塌的意思啊，这一张牌。那可能你曾经的，就是你忽略，就是可能以前有一个巨变影响到你的，那个巨变对你来说是有一个很深远的影响，有可能突然家道中落啊，或是你突然就是爸妈离婚之类的，让你有个很大的改变，不管是生活环境啊，或是你的习惯啊，或是突然家传家搬去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啊，这个的改变其实可能一直都有对你其实产生一种影响，甚至乎一种伤害，可是当下的你可能没有
好好疗愈。所以其实呢，就是这个痛其实是有可能一直都对你有一些影响，或是让你感觉到有时候做事情会不顺啊，或是有种没有自信的感觉。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看看这个，好吧，这个比较有趣的牌，那我们就抽好。那大家可以看看，因为这个是用来探索潜意识用的。那我们首先看到第一张，就是什么伤害呢？就是权威。你看到，然后有一群小朋友在玩啊，这样子，他们好像在玩，是有一点像推撞的感觉啊。给我看这一幅图，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你会不会其实童年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人家会觉得你不太合群呢？因为你觉得这个男生好像，我觉得他是男生啊，感觉是想跟一群人玩，可是好像有被推撞或阻止的感觉，而且是有权威这个字包着。会不会其实你可能过去的时候有曾经想跟朋友啊，或是融入一些什么圈子，之后呢却没办法去成功，所以你会可能觉得自己比较难跟别人相处，或是可能人家就会觉得帮你贴标签，就觉得你不好靠近。因为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权威有可能不单只是别人可能就是不是有权威的人对你，而是可能你给人会有种权威的感觉，或是他们会觉得你不好，不容易去跟别人在一起呀，这样子。好了，然后呢，我们第二章就会看到，就是有什么伤痛是你忽略的，就是工作的部分。那我们工作就看到走一个大树下面有一群人这样子。你是不是有时候就是你在工作上面想找一个人去协助你，或是你想找一个好的老板呢？我可以说或是一个好的团队，让你觉得可以在下面慢慢的休闲的工作，或是好好的依靠去努力工作。会不会你曾经在职场上面遇到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好像你的上级都是不可靠的，或是他们可能就是对你很多的压力啊，让你没办法觉得他们是值得依赖的感觉让你从而就是可能你在工作上面其实可能对别人的信任也会减低。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一张可靠，就是可靠之余，也会看到就是好像个个带着美美的感觉你会觉得一起去看天空啊，其实很开心。会不会其实你有曾经就是我觉得这几张啊，我不知道为什么都有种是跟人之间的信任的问题。你会不会曾经就是可能你受过伤害，可能从你的朋辈到你的工作到你的家人来给我的感觉，是不是有种好像你想依赖一下你的兄弟姐妹或是什么样的，可是你却发现他们其实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的可靠，或是那么的能协助你呢？可能你付出过很多得回来，发现他们其实不是跟你的付出是一样的。给我感觉就是你可能其实这些都是你曾经在人际关系中的伤害，那你有时候会怀疑自己，或是担心，甚至乎可能你做事情的时候会有种影响到你的潜意识的部分。那好，我们再接下来再看看。好了，我们接下来看到了就是你伤还有什么呢？我们看到是书，我们看到的是十字架跟这个花朵。那首先呢，就是这个书是代表自私。你会不会有一些曾经考试遇到失败，或是可能你想考某个学校，大家都觉得你能考上的，最后你却考不上，或是有什么的关于考试啊、读书这方面有过你的重大打击呢？可能那个时候对你是引起一种伤，可能你会觉得，我没有别人想象中那么聪明，我没有别人想象中那么好，为什么我运气没有那么好了？别人都能成功，为什么不能呢？可能对于你来说，读书啊、考试曾经成为的你一个打击，是有影响到你，而且你还没疗愈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十字架就是代表命运的安排十字架就会有种业力的感觉。你会不会有些什么时候可能被人家算命啊，或是可能被家里的人说你的命就不好啊，或是你这个就是运气就是差一点啊，或是你就没有这个命啊？你会觉得好像你的有种被人家想诅咒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可能不够别人美啊，或是怎么样，好像能力不足是自己命运所带来的这种的创伤。最后呢，我们这个花朵就是百合花，就代表成熟。你会不会曾经可能是说
你的感觉给人家可能人家评价你觉得你不够成熟，觉得你想法很幼稚，或是觉得你做事情不够大体。所以因为这样子，其实你这些东西可能曾经这些发生过的事情，都有一直在你心里面，其实有留下一些伤口。可是可能你没注意到，所以就会导致到这些东西其实有暗暗的都影响着你的生活的决定这样子。好了，那我们会再看看到底呢？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你的内在小孩，其实他有什么想跟你说？那我在这抽了一组塔罗牌去看这个部分。好了，你的内在小孩想跟你说的话呢，就是说，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王后的逆位。那王后的逆位呢，就是说，其实他本来是就是说啊，就是到底谁是这么可爱的王后呢？然后他就说你是王后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是逆位，这个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说，你看到这里有个爱心，爱心上面是有个十字架。那其实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安全感。你的内在小孩是想说，其实你心里面对他来说，他一直都是觉得你是一个王后，很尊荣，很重要。可是呢，问题是你可能自己对自我的认知或是自我是不认可的，所以导致到他其实会觉得有一种觉得很可惜的感觉吧，我会觉得，因为他觉得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材料，可能你应该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可是因为你对自我的怀疑、不自信，导致到你可能没办法成为你心目中往后的存在。简单来说，我会觉得这一组可能你对自我这个东西，或是你对自己的成就是很有想法的，可是因为别人对你的一些曾经的评价也好跟别人相处的过程的对你的一些阴影让你会怀疑自己，我真的能做到？我真的是这样的人吗？还是我只在空想呢？所以你的那个小孩是说，其实在你心目中，他的心目中你永远都是一个王后，可是因为你的这个被打压之后，让他觉得有点可惜，因为他会觉得你是很值得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的。那然后呢，我们第二站看到了就是这个的圣杯八，圣杯八呢，就是说你的只能够选就是它在这个卡片里面是说三心两意的部分，就为一个狗只能拴一条绳子，你这里有很多绳子 ，OK？ 那他是想跟你说，其实呢，你要找的是找出你最想做的事情，你最喜欢的事情。到底做什么是让你最快乐的？他会说，其实有很多时候你这些的绳子不是你想要的，而是其他人给你的。有可能是你的家里的人、你的身边的另一半，或是这个社会给你的。可是什么才是你真正想要戴上的袋子去标签你呢？还是你一直都为了别人的标签而努力呢？他希望你好好的去想清楚，到底你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是钱币的9，那钱币9呢，这一张是正位，它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它就是在用它的爪子去把所有的那些玩具都弄坏吧，可以这样说，或者弄得有点乱。可是呢，他说你应该是这样排，是说，因为可能他玩玩具的方式，就是希望这样把这个玩具这样玩，因为每个人玩玩具的方式不一样，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是你追寻你的梦想，不管它是一个网球还是一个毛绒的娃娃，都可以是你喜欢的东西，你都可以去用你喜欢的方法去做，你的梦想其实是可以成真的。因为很多人就是狗，我们通常都觉得它可能就只会玩球可能就算玩狗玩牛，也不应该把它玩成这样子，对不对？可是假设如果今天你是这只狗狗，你就希望把这个游戏这样玩，那是可以的。你不要觉得好像游戏规则就是已经人家定好怎么做，游戏规则是可以是你自己来定的，而不是一定要别人来定的。这个世界的规则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他是想跟你说，如果今天你的梦想，就算别人绝对不认可，只要那个是你真正的梦想，那你就去做吧，不会因为其他人的眼光，或是这个世界的一些普世的价值去影响到你的想法。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他有什么话想跟你说。有趣哦，因为我那时候洗牌的时候没注意到把那个底牌洗了进去。好，不过没关系，他说这个也是有意思的，因为重点就是说你的守护天使其实一直都有陪在你一起，而且他们一直都是很爱你的，就是这个的句子我没有看到，就是说其实你一直都有被天使或者神明所保佑的，而且他们都是很爱你的。我觉得这一张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的那个小孩跟你说，其实你是有灵性被开启的，只要你需要，你也可以去抽一张卡，去也是看看神明给你什么指引。好像我现在做大众占卜嘛，也会抽卡去给你指引嘛。其实你是有一直被神明所陪伴。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不开心，或是真的觉得对这种想法有怀疑，你可以去抽卡，你可以去做占卜，你可以去拜拜，或是去求签，说不定你都会觉得有被神明所指引到的感觉。另外呢，这个就是说努力 ，OK。他说，有时候我们一直都觉得自己要做的很努力，可是其实不管你做什么，天使们都觉得你很厉害很棒。你看他们都为你欢呼鼓掌。你可能觉得，我还有很久才能跑完，都到终点了，我现在还在跑。可是呢，天使他们不会用这个你的结果来衡量你，只要你愿意去做，你只要肯去做，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你要跟自己说，你永远都在最好的地方。他们不会觉得你现在，如果你觉得你有在耽误，你好像有做了就是事情有在延误什么样，他们都会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安排。没有昨天的你，就没有今天的你；没有今天的你，就没有明天的你。所以每一个事情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让你越来越变得好的一个重要的历程吧。好，我们再看看你的那家小黄什么想跟你说。抽到这两张牌，第一张呢就是这个象神。那这一张牌呢，在代表着遇到了清理一些的障碍、保护跟指引。那你跟你那家小孩其实是想跟你说，因为上神其实就是在印度教经常会被拜拜的嘛，对不对？然后他就是被拜拜，是因为他是可以超越很多困难的，而且他会帮别人去移除他的阻碍啊，这样子。你的那家小孩是想跟你说，其实前面有讲到嘛，你一直都是被神明所保护的嘛。其实你以为可能别人做，你看别人做很困难，可能你做不困难呢，可能他们已经把前面的阻碍给清理了，给移除了。不要总是为了别人的一些想法，或是你看到别人的经验，或是别人的一些评价，影响到你自己对自我的了解和判断。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人家做出了这个意外，那我做也会出意外吗？不一定啊。为什么人家就等于是你？可能人家是其他人做这样子，不等于你做一个这样子啊。没有人说一定会重复发生的。所以的话，你应该要相信，就是说，其实一直都有很多人在帮你清除你的障碍。只要今天那个是你的梦想，你的障碍一定会成功。另外，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海洋跟无尽的爱，就是代表疗愈、创作力跟丰盛的能力。那他是想跟你说，其实你的那个小孩也好，你的高我也好，我觉得他们给你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爱，而且他们很相信你是一个很大的海洋，可以影响很多的东西。那他们希望你就是可以利用你可能这些经历带来的疗愈的力量，跟你的创造力，可以创造出更丰盛的人生。他说，你之前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障碍，它都不是来阻碍你的，而是让你更多的体验，更多的知道怎么去创造更伟大、更丰盛的未来。好了，我们再看看他有什么想跟你说。好，首先他提议你啊，请你找出一个平衡。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有可能你现在就是有点逼自己啊，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够努力，要么就很
狂做一些事情啊，或是可能休息啊、玩乐的时间啊，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做平衡呢？可能有时候很想摆烂，可能几天都不工作，一下子都几天都很忙的工作。那其实你会不会要想想怎么去找到一个平衡，去让你自己可以提高你的能量，让你自己过得更和谐、更舒适呢？所以呢，他说可能你适当的时候还是要给自己有休息、玩乐的时间，不要逼自己太紧。然后呢，就是我们刚好抽到内在小孩了，他就说，其实呢，你是需要找一些时间去平衡一下的，让你的可以滋养你的内在小孩。有时候做一些很蠢的事情，是很有趣的事啊，其实只要是安全的，你都可以去做。有时候，如果今天你觉得你已经长大了，你不敢再玩游戏，或是不敢再买那些什么动漫周边之类的，其实有时候，如果今天那个真的是你想做，想满足一下童年的愿望，那你可以去满足一下，去让自己去感觉到就是被滋养。好了，我们接下来会看的就是怎么样去疗愈跟拥抱你的内在小孩。首先，我们抽到几张纸。第一就是你的身体想对你说什么呢？就是说，你会不会有时候就是其实你的身体有一些状况，是不是想提醒你什么了？如果你觉得有时候头晕啊，或是有时候你觉得很累啊，其实是不是身体在跟你说你要休息，或是可能你要注重身体健康或是营养的部分呢？请你多多注意自己身体，这样子，当你好好照顾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就是在拥抱你的内在小孩，去好好的照顾他。然后呢，你是不是太过在意别人的眼光呢？就是前面我觉得，就是你是比较容易因为别人的影响担心，或是觉得在乎，所以就是你可能就是影响到你可能怎么去看待你自己的成功，所以让你受到伤害。那你要是不是学会不要太过在意？然后呢，你的思维视角是不是被困住了？那有可能你在看你过去的经历啊，你会觉得好像带给你的都是苦难。会不会如果以后你可能试一下从其他的角度，从你现在的能力，有些有个个案可能他小时候就是因为家里的变故，所以他就是不在父母亲照顾之下长大的。那问题是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都比一般人更独立，更加懂得照顾自己。有可能，其实对于他来说，长大的时候，他发现他比一般人更加优胜，可能他就很容易就是可以适应一个人独立的生活，或是出国。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不好的事情，其实对他来说，可能其实带给他一个好的结果的。你会不会可以跳出这个思维的框架，去看待一些你人生发生过的事情呢？然后我还可以就是做一个，就是把大目标拆成一个个可行的小步骤。因为有时候可能你觉得你的梦想很难达到，是因为你觉得梦想不太好达成。假设你想成为这个亿万富翁好了，那亿万富翁你觉得哇这么多钱我怎么可以达到？我现在才一个月赚多少钱，怎么可能成功呢？可是如果你发现好那我们先谈小目标，我每个星期可能要觉得存2000块，或是我觉得我要做兼职，就是去增加我的收入。我可能目标今年我的年收入提高多少？你把它拆成一些可行的小步骤，你慢慢的其实有可能就累积下来之后，就会慢慢的可以走到靠近你的那个目标。因为只要你开始动，它只会越来越近，不会越来越远的嘛。所以就是可以考虑用这个方法去让自己增加自己自信心，去拥抱你的内在小孩。好了，我们接下来再抽到的就是这个蛇，代表重生、释放与整合。所以呢，你要学会，你要拥抱你的内在小孩，首先你要释放那种可能以前的一些执念，释放一些过去你觉得自己受伤害的部分，慢慢的去想清楚，把自己再重生、整合，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接纳自己的过去，我觉得是一个拥抱小孩很重要，拥抱内在小孩很重要的部分。有时候我们总是可能觉得自己很受伤，可能想起来都会想哭，觉得自己很可怜。其实是不是真的要一直停留这种情绪呢？会不会其实把这个情绪释放，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其实就可以对你人生有新的改变呢？
然后这个星际高频会议，就是说净化讯息跟潜能。就是其实呢，你可以做的就是你要可能可以去接受更多高龄的建议啊、神明的建议啊，去接受一些新的讯息啊，去看看，或是我会觉得潜能的部分，可能你去认识自己的星盘，认识自己的能力，你可能就会更加了解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是为了激发你什么能力呢？透过这样子的想法，其实你慢慢你的内在小孩就可以得到疗愈。好了。接下来还抽到一张这个牌，我们抽这张牌呢是在这个逆位的这一张的乌鸦。那乌鸦这一张牌呢，在这个里面，因为乌鸦在国外是代表很聪明的意思啊，它是这个非常聪明的动物，而且很有远见，很有智慧，而且在黑暗里面是可以看穿很多事物的。在这张牌来说。他这样子是说，因为现在是逆位嘛，对不对？就是他的牌意就是说，你觉得你好像被骗呐、或是你好像觉得自己不对呀、这样子。他是说他说这个的乌鸦是想跟你说，你是很有智慧的，你是很有就是这个力量的一个人啊。问题就是说，你的成就就应该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是应该可以，你是值得任何你值得达到的成就。因为他这个逆位就是说，可能你对自我是怀疑的，你对自我是担心的。因为乌鸦它长得不好看，可是问题是说它长得不好看，是不是代表它没有能力呢？不是，因为它很聪明啊。所以你不要被一些外在的东西所怀疑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就是不是那块料，或是没办法做到。你应该用你的智慧去拨开这些的阻碍，这样子。好了，那怎么样？我们就要看怎么样可以让你自己变得更完整呢？首先，我们抽到这2张sorry是3张牌。第一，它这边更完整。首先要知道，原本的你啊，就是你本身就是具备神圣又美好的人，值得拥有生命必须给你的一切美好的事物。我觉得跟前面那个乌鸦那个有点像，因为里面那个牌就是说，你是只要想就会成功，所以其实你要相信你本来就已经具备了你想要成功的条件，你根本就不缺，你也有能力做得到。不要因为别人的想法或怀疑自己能不能，或是我值不值得得到呢？请你相信自己。当你愿意接纳原本的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更加完整。然后呢，爱是唯一的真相，就是把你的焦点从混沌转向爱。就是可能你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现，前面我有说过，就算你可能觉得身边的人好像就信不过、靠不住，可是你有很大帮的灵性朋友，其实一直都在你的身边，神明、高灵、你的指导灵，或是你的高我、你的内在小孩，他们都一直很相信你的能力，觉得你是可以扭转的。所以的话，其实你要把这个焦点转向爱。当你相信他们都有在协助你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孤独，不会觉得自己没有依靠。还有呢，就可以做的就是放慢脚步。如果呢，你的情绪开始激昂，代表你已经操之过急，请放慢脚步，让事情自然的展开。有时候呢，我们开始踏出去的时候，可能很想就要得到结果，还是很想看到一些什么出现。可是有时候，其实有些东西是需要时间去酝酿跟发酵的。但我会觉得，就是说，可以慢慢的去接受，不要被这个速度或者这些东西影响到对自己的呼吸。我们呢还抽到就是这一张牌，叫做Griffin 呢，这个东西好像这个的中文它翻译叫格里芬，或是这个鹰狮兽。鹰狮兽就是它有鹰，就是那个鸟的头加狮子的身体这样子的一个神兽这样子。但这个神兽的特色就是因为它掌握了2个权力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老鹰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在空中很厉害的一个能量的意思嘛，然后狮子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能
量。所以这个就是说，其实你都是两股很厉害的能量的存在。所以不管是在灵性啊，或是你的觉醒啊，其实你的能量都是很罕见的厉害的。那所以的话，其实是想告诉你吧，你想让自己变完整，首先你要相信自己具备这么强大的能量。有时候你会想，我有真的那么厉害吗？或是我真的有这么多的潜能吗？我相信是的，因为抽了好几张牌，其实都是说你是一个挺厉害的人，只是有可能你自己不相信而已。好了，我们再接下来抽到怎么样自己变完整呢？首先第一张急救的花镜，就是现在此刻的你需要全然的将自己交付给上天，让整体能量协助个人回归。就是可能你要相信一切都是有这种看不见的力量在主宰的。当你相信你是有他们叫你来这个地球体验是有它的意义跟价值的时候，你慢慢就会找回你的个人的人生目标跟能量。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莲花，就是如果面对人生的各种困境，只要回到清净的本源，所有事情都会一应而解。就是说，其实你要回到你的初心，你想的是什么？不要总是很容易被别人的想法去影响到自己，找出自己真正想成为的人，这个是比较更加可以让你真正变回一个完整，或是你觉得自己有一种能力，不会有种无力感，好像觉得我不是做到我想要的东西，或是我觉得人生好像不知道在过什么的感觉。好了，我们最后的牌抽到呢，让自己变更完整的方法。第一张是这个八仙，八仙这一张牌呢，它的意思是说，你一直在接受来自天界更高指导你的讯息，但是无条件的爱，无惧鼓舞着你成长，做真实的自己。八仙其他灵性之光的传友以及神圣之爱正在指引你，现在请安心跟随这个讯息的引导，这样做会为你的生命带来更大的欢喜。我觉得这一张就跟前面一样，就是有跟你说，就是你真的一直都有很多神明都在照料你，在跟你说，或是不是说跟你说，就是有给你一些指引，或是在适当的时候给你协助，去引领你找到对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个只是你一厢情愿的幻想，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给你的指引其实是很单纯、很明确，而且是不断的出现。当你怀疑，只要你问，其实这个东西就会出现的了。有可能是透过一些符号什么天使数字对话，得到这些的共识性的东西的产生。所以，其实宇宙真的有在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有给你提醒到说他们是有在协助你跟存在的。所以，请你相信。然后最后一张牌是这个兰花天命女祭司，她说这个女祭司正在呼唤你去寻找自己生命的目标道路以及灵魂的热情。所以呢，你要去知道是，我觉得你的目标是大的，而且你可能有很伟大的理想。但问题是说，请你相信你该做这些东西。只要你找回这个你的灵魂的热情，你就会越来越成功。因为他说，可能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当中，你经常可能感觉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那是正常的。他说，因为这个是你的天命使然，所以呢。因为他说，如果你对周遭大众的意识形态都感觉很舒适，那你就不可能成为地球超凡意识觉醒的先行者。所以呢，这就是你为什么觉得自己好像格格不入跟社会有点不入流这都是因为你的天命，因为上天是有带有目的去让你来到这个世界的，只有你这么特别的人才能完成是特别的我们说特别的人生目标，或是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不一样的状态。所以不要担心，相信自己，好好的去做，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那我希望今天分享你的内在小孩给你的讯息会对你有帮助。那如果你有什么感觉或是你觉得有什么小话想跟你内在小孩说，也可以在我们下面的留言。那我相信就是当你留言的时候，我会看到，我一定会自己的去回答你啦。那我也觉得就是当你愿意去分享的时候呢，其实越多人看到，那个能量是会循环的，说不定你的一些留言也会为别人带来一些指引跟启示。那我希望大家可以互相鼓励学习，这个是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个话题见哦，拜拜。
们现在来到第二个选项。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第一个题目要看的，就是说你的内在小孩经历过什么样的伤害呢？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二组组牌。它这个内容就是说，不管你发现你自己在想，没有人明白你，其实这个世界其他的地方还是有人跟你有同样的想法，你不是孤独的，就是觉得没有人明白自己这个事情。OK， 那可能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呢，我会觉得，就是你的内在小孩承受的伤害，就是会觉得自己的想法或是自己的想要的东西是别人不明白的，或是你的感觉、你的情感、情绪可能是没有被理解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可能你在过去可能就是有这种不被理解，觉得有点失落，或是甚至乎有对你的人生做成一些挫败甚至乎做成一些伤疤这样子。那我们也抽了一些其他牌给你一起看。我们第一张抽到就是错的人，然后第二张就是这个混乱的思维跟这个屋子。首先错的人呢，有可能就是你信错过一个人，就是可能或是有一些不对的人出现在你生命里面，你觉得他没有在做他该做的事情或是可能你曾经相信一个人被背叛可能信错人这样子的感觉。因为通常如果有这种事情的话，很可能就会对你后面可能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或是愿意把自己的想法交出去会大大的减低，或是你可能不太愿意跟别人交心这样子的状态。那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murky thoughts， 就是说你可能就是曾经的伤害，就是说可能有很多人给过一些想法给你，让你的思绪是很混乱的，你会怀疑我这样想是对的吗？或是我这样做是对的吗？就是你的思绪是非常混乱，或是可能你因为别人对你的否定，或是你觉得别人没办法理解你，你会觉得自己这些想法或是思维模式是对的吗？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屋子。屋子的话呢，我会觉得就是有可能是代表你的家庭，甚至不可能你的生活环境曾经带给你一些的伤害，因为有可能就是你过去可能有一些生活环境的改变或是你家人对你的要求或是可能这些的关于家里的一些的问题可能就是有影响到，让你觉得好像家里的人不可靠，或是家里的人不理解你给我的感觉是，所以的话对你的安全感可能很少的时候就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有受到一些影响，甚至不可能你会觉得家里的人也信不过，或是你觉得不太容易建立安全感。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就是你有什么样的伤害呢？这样子。第一个就是这个叫做神性的阴性能量那我会觉得就是有可能在你生命里面的一些女性，可能曾经为你带来一些创伤，有可能是长辈，或是可能你妈妈，或是一些的女性的一些的部分，对你来说可能影响是很深的，或是会让你曾经可能受过伤害，甚至我觉得可能是女的一个老师也不一定那你可以想想，是不是他们可能曾经说过什么言语，或是他们什么行为，是让你的价值观，或是让你的想法有被改变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一张牌，这个叫 chainlink， 就是说你可能就是会有一种感觉被自己绑住，或是有一种感觉自己就是勒住我会这样说，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好像不会有被理解或是觉得别人的思想好像绑着你可能他因为你做这个做那个都是你不想做的，或是你可能觉得自己很严厉的管教我会觉得让你好像觉得自己想做的事情都是没办法去做，或是没办法去施展开来。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再看到这个 soulmate，OK， 深爱的连接的 ，OK， 有可能你的伤害是关于情感上面，有可能是爱情那种，就是你觉得曾经一个很信任的人，当然我会觉得有些人可能是友情就是可能你有个什么闺蜜或是有个好兄弟他曾经你跟他很好然后可是他最后可能背叛你，或者伤害了你，甚至乎可能出卖了你，我觉得有可能这个状况，所以导致到你可能对于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度就大大的降低，这样。好了，那我们会再看一下
那到底啊，就是你这个伤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是你的就是一直都有伤害到你，可是你忽略了而影响着你的呢？首先，我们抽了两张牌，第一张是王子，第二张是这个探索家吧，我可以这样这么做。王子这个的话，就是说是一个阳性的能量，那也是一种它也代表一种很儿童的状态哦，因为是王子不是皇帝嘛。那它就代表很开放性的思维，或者一些很乐观积极的想法。那我会觉得就是说，有可能就是你童年的一些经历，让你去就是好像你的那个小孩，可能你很早就是一个小大人，你很早就会觉得我要变得成熟，或是我要为别人设想啊，我要多想一点啊，就是可能你很小就已经失去了那种童真，或是一种就是比较直率的那一种感觉了。我会觉得，就是可能你很早你就逼迫自己要成熟啊，不能掉眼泪啊，不能这么孩子气啊，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伤其实有可能就是让你自己会一直的压抑自己的情绪啊，或是去可能觉得自己就是必须成熟。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冒险家，这个冒险家呢，它是代表就是这个就是探索这个世界的好奇心跟渴求去冒险，就是新的体验啊，发掘一些奇怪的事情啊。那我会觉得就是说，你的伤是要忽略的，就是说可能以前的一些过去的经历，让你不敢再去冒险，或是不敢再去体验很多新颖的事物，你会变得比较保守。你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会让你可能你会觉得啊，新的东西可能有危险、有风险啊，可能你会担心自己会不会没办法承受这个的这些问题啊，这样子。好了，那我们再看看什么样的伤是有影响着你的呢？这一个就比较有趣的潜意识的卡片。第一个，我觉得是真的。我觉得如果前面是家庭的意思的话，应该真的是可能你家里的人对你的控制是大的，因为我会感觉就是这个妈妈把孩子举高高嘛，对不对？好像很开心嘛。可是问题是说，他是控制，就是他可能觉得他认为你觉得开心的事情，可能你家里的人一直都会觉得哦，你这样做过，可能你才会开心，可能给你读什么书啊，要你读什么什么专业啊这些东西，他们给你的控制其实是对你是一种伤害。可能他以前可能假设你喜欢的是做运动的、打球的，他们就觉得哦这样子很危险啊，会撞到啊，会受伤啊，可能你就学音乐比较好啊。这些的控制其实是对你造成一些伤害，而且是影响着你的到现在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房子，然后有一幅这个像是情侣的画 ，OK， 感觉很温馨，对不对？就是有可能就是说家庭的这种和谐感是一个伤害。可能你曾经有跟一些可能你的感情对象曾经有过憧憬，有过未来，希望可能组织家庭的，或是觉得可以一直信任的，可是有可能中间出现问题，让你发现你对人之间的信赖感可能就会受到这样的影响。甚至我觉得，因为做房子嘛，跟前面这个屋，就是可能因为这样子，可能你自我的安全感，或是你对自己建立一个幸福家庭的想法，是有变成受到影响的。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快一点加这个打拳赛赢了，有可能其实你一直都有被催促要快一点做东西，要比别人强，要做好一点才能成功，或是可能一直你都被就是可能你被在比较，因为我觉得快一点有种在比较的意思，可能你是会有一种就是说小时候可能家里经常会拿你跟别的同学比，别的家的孩子比这样子，所以你不得不就有种竞争性的心态，就会觉得我跟别人比起来我怎样，或是我跟谁谁谁怎么比，甚至乎你可能不自觉就会有种竞争心态，可能你会跟你公司隔壁的那个比，或是可能同一个部门其他的经理去比拼这样子，都有一种很容易跟人家有一种比较的心态。好了，那我们再看看有哪些伤害是你忽略的，又有在影响你的呢？
第一张抽到的是太阳，太阳就是说我们人生的方向，人生的一些的主导吧，我可以这样说。那我会觉得就是说，可能在香港知道你可能对于人生的目标，或是你觉得人生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你可能是有怀疑的，到底我应该做些什么才是对的，或是到底我现在在走的这条路是我想要的吗？就是可能你的价值观，或是你人生的这个旅程啊，你的目标，可能你是有受到过去的一些这些伤害所影响到，可能你现在选的路不一定是你真正想要的，我觉得。然后我们看到的是狐狸，那狐狸就是一种比较聪明啊、思想上的东西，或是说是狡猾。可能你会觉得，就是因为你曾经受到这些伤害，所以你的想法变得很世故，就是说你很早就已经很成熟，思想啊都是要看很远啊。你会觉得就是说，哦，好像我要一直铺好一段什么路啊，我要怎么从这个阶梯跳到那个阶梯，再往上怎么走，怎么去规划，怎么5年规划、10年规划，就是你的想法会变得很复杂、很多的感觉。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22代表道路，就是有什么的路可以走。我觉得这几个都好像就是说你的人生的轨迹，就是有可能因为这个伤害会影响到我现在可能如果没有这些控制，没有这些问题，可能你应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因为你觉得你不符合他们的意愿想法，可能你改变了你的人生的路向、人生的方位，所以才会导致到可能现在的你啊，会可能会觉得有点缺乏，或是你的那个小孩其实是没有被疗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看一下，到底你的内在小孩他有什么话想跟你说呢？我们就抽了一组塔罗牌来看这个状态。好，首先我们第一张抽到的是这个的圣杯7的逆位。好了，那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到这个狗啊，被很多条绳子拴住，而且呢，它就一直看着里面的鱼很自由自在，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呢。就是说，其实狗我们都知道，就是很有这个的中心啊，很有的想法吧，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绳子绑住，就跟前面的这个，就是那个女生被很多帘子绑住很像呢？这个，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说，你可能啊，你觉得自己是不自由的，你的内在小孩是想跟你说，你是很羡慕其他人这种不受规则、很轻松、很游刃有余去发展自己的人生，你就感觉自己好像被不同颜色，就是不同的框架给绑住了。他就知道，就想说你是想活得很自由自在的，可是你一直都是被很多的东西去绑住，让你没办法好好的去活出你的自我。是他想跟你说的，是不是要想清楚，是不是你还想人生之后再这样子去过呢？那另外呢，第二张牌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的圣杯3。那圣杯3所以这个钱币3，钱币3的意思呢，在这里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华 ，OK？ 有时候就算他不是这么大家觉得这么好的，那我现在说的是说现在是逆位嘛，对不对？就是有人会觉得就是这个。他正位的是，就是说他把这个钱币的这个东西打坏了，把它铺满给打坏了嘛。那现在是逆位嘛？他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华，你会不会过多去压抑呢？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去尝试去相信自己是有这个能力或是有这个天赋的。你一直都是很努力的去做，很努力的去跟别人去迎合别人。可是你现在的话，其实你才是应该去获得这个好处的人。OK， 你应该去忠于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一直去迎合别人。你可能有时候真的是一直都为了别人的想法，要成为一个好儿子、好女儿，或是一个好丈夫、好太太。那你有没有为自己想过呢？你的才华、你的天赋有用在一个你想要的地方吗？你的聪明啊，你的能力有没有用在对的地方呢？那另外呢，就是这一张就是这个塔的正位。塔呢，就是这个闪电嘛，就是一个改变嘛，对不对？很害怕嘛。这个就是说我可以这样说吧，就是你的那个小事想跟你讲，你可能觉得现在外面打雨可能会把你的经济给动摇，或是什么样的东西会打坏这样子。
可是你有想想，破坏就是你要破坏才有建设。如果有些东西你不推倒，你永远都困在里面，你没办法再重新来过。就算今天，如果今天你要换工作，是不是你要先告别过去？假设刚好你公司倒了，如果没有他的离开，没有他的倒闭，你都没办法觉得逼着你要出去找新的工作嘛，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有时候他说你可能可能会对自己改变，觉得有焦虑、有担心的感觉，可是你要去拥抱这个机会。当你换个角度上看的时候，可能你反而能够真正知道，到底宇宙为什么要给你这些的变故或者改变的出现。那我们再看看你的内在小孩想跟你说什么。首先第一个呢，他就说，你跟你的天使去说你在许什么愿，还有就是你在期待什么样的惊喜。那另外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可能你不太相信愿望会成真。那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有这种无形的力量，请你勇敢的去许愿，然后记得是要期待这个事情要发生，而不是许了我觉得我觉得不会成真的，我觉得不可能的。你要相信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有可能发生。然后呢，就是疗愈。他说，当你觉得不舒服啊，当觉得很难过的时候，你可以请求天使去疗愈，去帮助你。因为其实我相信你有很多低潮、黑暗的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去过的。其实神明啊、天使们都很想跟你说，他们都一直都有在。其实当你愿意相信他们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慢慢得到一个力量去支援你，去让你感觉到你不孤单。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一下，到底还有什么的话想跟你讲呢？首先呢，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就是这个盖亚。盖亚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的代表智慧、知识跟灵性的觉醒。首先大家都知道嘛，盖亚就是我们说的大地之母嘛，对不对？那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牌呢，其实跟你说的，就是其实你是跟这个世界，这整个地球都是有连接的。他们其实一直都有在保护你，跟给你很多的爱，应该这样说。而且当盖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是说你是一个很有智慧、很聪明的人，你是他们接过来去完满这个人生使命的。所以呢，你应该相信你是有这个能力去突破你现在的一些的所有的问题，而不是一直去担忧或是去觉得自己不可能。你是有机会成为那个灯塔的，就是你可以成为别人的一束光，去照耀其他人，而不是只有这样的埋没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你要去突破你过去的一些的情绪啊跟感受。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记得，就是我们要活在当下现在这一刻才是最重要、最真实的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在这三个地方只有现在这一刻才是我们最值得庆幸或者最值得去重视的。所以呢，你要记得，就是说你要过好现在的每一刻。就算你过去可能有不好的事情有发生过，或者过去有什么背叛的，你要把握的是当下现在，你要努力的过好，让你这一刻每一刻都是开心的，其实就够了。因为你这样才能构成一个新的想法、新的过去，因为你今天就会成为明天的历史嘛，对不对？那这一章教你的是要活在当下，就算以前你可能曾经遇到什么背叛啊、什么之类的事情都好，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过去而影响到我们今天的一些的想法或是情绪。你要好好的，就是要每天活得开心，活得感恩，这样子才能让你的能量会得到调整，但是你终于可以摆脱以前的那些障碍去帮助你。好了，我们再看看，就是说到底你的内在小孩想跟你说什么？首先就是等待这个冬天。他说就是在寒冷的天气其实这个等待是可以加速
你的显化你的心里面内心的愿望的。重点就是你要有足够的想法，或是这个行动力吧。我应该这样说，你的心愿的能力。为什么是等待冬天？冬天我们会觉得东西都是停止很慢的嘛，对不对？可能有时候你之所以不相信许愿，就是因为你觉得许愿了等很久都没有见到结果。可是只要你愿意足够的相信，这个结果一定会出现。就好像冬天结束了之后，一定会有春天的到来。可能你在冬天这一刻，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没有生气，好像没有希望。可是不代表春天不会来啊！冬天都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所以你要有足够的相信这个愿望是会成真，你才会有可能真的等到那一刻。然后他说，从内在开始想要。他是说，你要发现自己真实内在的美丽，不是外表的美丽，而是你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展示你的内在的一些的能力跟天赋的。我会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只是因为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太深层，太在里面，好像别人都没发现，你自己也不太认可，所以才会导致你的才华被埋没。所以你的那个小象跟你说，你是一个内在是闪闪发光的人，你首先要先自我有认同，你的其他人才会有发现到这一点，你才会可以让其他人也看到你最闪耀的一面吧。好了，那我们怎么样去疗愈跟拥抱你的内在小孩呢？我们抽了一些卡片。首先，第一就是忠于你自己真实的感受与想法。我会觉得就是说，可能你以前为了满足其他人，可能你一直都会去压抑自己的想法跟感受，因为你可能怕不被别人接纳，所以你想去疗愈跟拥抱你的内在小孩，首先要忠于你自己的想法跟感受，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想做什么想清楚，不要活在别人的影子之下。然后呢，就是说你有一套让情绪回稳的方法吗？你如果经历一些低山低潮，你是硬去把它压下来呀，还是你怎么样去抒发这些情感呢？你觉得自己现在的付出是值得吗？你会不会有时候总是怀疑自己做的是不是对的，而且你可能会怀疑自己应该为这些事情付出，还是应该为这个人付出？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到这个因果循环了，所以多种善因、善念跟善行。有时候我会发现，就是说，当你愿意去跟这个世界接轨啊，多做一些好事的时候，其实有可能你的心情会调整，或是你会发现，其实你是比别人更幸运的，或是你其实是有能力可以帮到别人的。那其实这样子也会对于你疗愈跟拥抱你的内在小孩是有所帮助的。我们接下来抽到2张牌了，就是在说，如果想疗愈的话呢，我们说第一张是荨麻，就是界限跟警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会学懂划清跟别人的界限，不要总是为别人让步，或是让别人踩到你的底线。OK， 你要适当的时候发出警告。有时候我们过度的去包容别人也好，过度的去让就是我们说好人。经常做好人，做太多其实会一直让自己受伤害的，所以请你画好这个界限，去保护你自己。然后呢，就是这个镜子，就是真相显现。你看它本来长得好像很朴素，你看它镜子里面是多么美丽、多么的好看的，请你多多的去发现真正那个里面那个美丽的自己。当你找出自己的发光的点，自然你的那个小孩就会可以疗愈他，他也觉得自己被值得欣赏。好了，我们再看看怎么样去疗愈跟拥抱你的内在小孩了。我们抽到的是这个蝴蝶，蝴蝶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转化的意思嘛，对不对？那其实呢，它这个蝴蝶跟这个花叫做 snowdrop， 它们2个都是代表春天，刚跟你那个冬天过去，它就代表心机活发跟就是很多希望都发现的意思。那而且它是一个，就是它这蝴蝶的蜕变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接受自己的一种改变，就是虽然现有些很痛苦困难的经历，可是要过去的，你将会变成一只显显发亮的蝴蝶。当然，你不是要躲在角落里面，而是你要去跟更多人去展示你的美跟力量。那所以你要疗愈你内在小孩，首先要让自己的
这一面可以展现于人前，就是让人家知道你是这么多的能力、这么有才华的一个人。那我们就要看看怎么样可以让你自己变得更完整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检视你的根本态度。现在的你呢，需要就是检视一下，到底你对爱有多坚定哦。这个爱，我会感觉上就是说一种对于这种的这种我们说的那个无形的力量的一种的感觉。就是当你能够真的很相信天使的存在，这些内在小孩啊、高灵这的存在呢，你有多坚定的去相信呢？你会相信他们真的会可以协助你走开你以前的一些困局吗？那然后呢，就是说真诚是根本之道，就是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充满爱的人，首先要说真话，而且态度总是带着爱。那你有没有对自己真诚呢？我反而觉得你可能对别人都还好，你对自己也有真正的去接纳你自己，真正相信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有好好的去真诚的去对自己对话，去了解自己。然后呢，我们看就是回归到你的真心所爱。你当前的处境给你一个机会，可以让你重新去检视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那有时候我们之所以不完整，就是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在为别人服务，我们在活在其他人的期待当中。那你到底喜欢的是什么？你真正想做的是什么呢？你的工作、你的感情、你的家庭、你的事业，都是你想要的东西吗？请你好好的想清楚，只要你找回真正的道路，你才能找回完美的自己。好了，我们来看怎么可以变完整呢？我们抽到这个大象，那大象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大象呢，他就说嘛，就是大象最让大家知道的就是有一个叫上神这个神明嘛。那因为他就是帮人家移除阻碍，很多人呢都会跟他乞讨，希望他们可以让他跨越这些障碍跟困难。好了，那大象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想变完整，首先你要有智慧跟力量，相信自己可以完全成功的去度过所有的问题。因为其实呢，上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神明，他就是用他的聪明去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才会受到这么人的崇拜啊，这样子。所以我相信你是有足够的智慧跟力量的，只是你有没有办法相信有足够的能力，你会跨越所有的障碍，所以成功长出这一朵美丽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然后呢，要成为更完整的自己呢，我们还有一些建议，就是说，第一就是这个七里香，就是说，当处在低潮时，就是你人生要准备攀向另外一个高峰的起点，请敞开心去接受人生的每一个时刻。这是我们刚刚说的，你要重视的是当下这一刻，你这一个开不开心，你这个快不快乐。就算你今天你觉得你在一个低潮，可是没有低，你怎么跳到更高的地方呢？所以你要保持这个信念，不要很容易被一时间的问题去影响到你对整个人生的看法。跟着我们看到是这个金盏举，这个是代表说你要去用有弹性的生活态度去面对你现在所在的环境，你的人生就会因为这样改变。就是刚刚说的，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负面的事情啊，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可能我们还可以比较用一个开心的心态去面对任何的事情。当你愿意去每个地方都能找出一个可欣赏的角度，或者是可感恩的角度，其实慢慢的你的人生就会越走越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负面的事情放大，或是让自己处于一种很焦虑的、很不可控的情绪。可是有时候你换个角度，可能你会发现几个月之后，或是几年之后，你会觉得今天这个事情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很可怕的，只是因为当下这一刻你还在这个状态下而已。有些人可能我认识不少人，他们之所以今天的成功，就是因为可能受到什么压抑，有可能被裁员，他们自己去创业，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被打压，觉得在这家公司没办法发展，他们要跳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有时候危机就是转机，你怎么只是光看，因为你怎么去看当下你遇到每一个状态。好了，我们最后呢，就是要自己变完整的方法呢，就是这两张卡牌啦。第一张我们抽到的是这个怒目观音。首先呢，这个怒目观音呢，它所代表的事情呢，就是说，这个是
很庄严法上的观音啊，他是说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侵犯他无惧之爱的炽热火焰。那他说你的安全是远远受到保护的，不管你在外面遭遇到任何的危险或是威胁，就算你的处境有多么的恐怖，你要知道你是安全的，而且受到保护的，你是被爱的。所以你如果要让自己变完整，首先你要相信，其实你的灵性成长是有一直被宇宙、被神明所支持的。所以你要让自己继续发光，不要因为其他的人的反应减损了你的光芒。你要好好走好自己的路，你就是一个透过疗愈重生的一个人，而你这个疗愈重生是可以影响到其他人的。好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第二张牌这个千手观音。那千手观音这个呢，就是说，观音女神会护佑你的每个计划，以及你生命和意识的每个层面。她一次不单只做一件任务，她有很多只手嘛，可以做很多个任务。所以你不要害怕神赋予她的智慧、指引跟创造天赋，你们可以一起共同达成很多的事情，而且她是非常乐意的帮你的。我自己觉得啊，就是你是一个有被神明所照顾的人吧。你看，就是观音，他还是出动到千手观音来帮你。他说，就是等于说，就是你不用担心任何事情都好。其实神明，你不用担心说神明要照顾这么多人，还能照顾我吗？他不单只要照顾你的人，还要照顾你所有的东西，他们都可以帮助到你，只要你愿意相信他。所以让自己变软的，就是你要相信自己一直都有被神明所眷顾，一直都是被支持的，不用担心，不用害怕，相信好的走就对了。那我希望今天分享关于你那些小孩的一些讯息，可以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觉得有什么感觉，或是你有什么话想跟你内在小孩说的，我很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那我也会先继续回复每一个留言。那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看。那如果喜欢的话，就可以点赞追踪，这样子的话，下次有新的题目呢，你就不会错过。那非常感谢你的支持，谢谢你，下次见，拜拜。我们现在来到第三个选项。那我们今天呢，首先要看的就是说，你的内在小孩经历过什么样的伤害呢？那我们首先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主盘。他说就是走出这个等待，然后在这里其实光在现在这个时间会找到你，然后答案在会正确的时间就会揭晓。那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你可能一直都会觉得自己好像你说的伤害就好像觉得你好像一直都没有被光照进来吧，因为你说光是在等待你吗？而且你好像没有一个答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会觉得就是说，你可能人生有很多的为什么，你会觉得为什么我这么不幸？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人？或是为什么我会生在这个家庭？这些为什么其实让你很多的，找不出答案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是不是我发生什么事情呢？可能你会给自己一些答案啊，或是你就有种好像没办法去给自己一个回应，或是没办法去解析很多的事情。那我们会继续抽其他牌看看，到底你的内在小孩受过什么样的伤害？为什么你会有这么的多的疑惑，或是为什么你一直在等待，好像没等到一个答案呢？首先我们第一个抽到就是改变或是转变。那如果转变的话了，就可能你的伤害就是来自于可能一些你没办法去主导的改变哦，就好像假设如果你家庭里面有什么事情，你爸妈离婚，这种改变是你没办法阻止也没办法控制的嘛，或是可能你全家人决定要搬家，或是他要求你跟谁去生活你要去跟爷爷奶奶去生活这些转变，你的伤害是来自一些我觉得是你没办法控制的转变，或是换学校之类的这种的改变所导致的。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你很在乎的人有可能我觉得很来自于是家人吧，这个很在乎的人就是你的伤害是来自于一个你很重视他，就因为你重视，所以可能你会做很多的事情，因为这个原因也被他伤害到了。这种就很常见。我自己在做个案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发现我的个案，如果他对家里的父亲或是母亲可能是很有感觉的，或者觉得他对他伤害很深的，
却又恰恰他是因为他很在乎这个人，所以他才会让对他的做法或者对他的感觉这么深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越重视的人，可能对你的牵连越大。所以为什么你可能羁绊性很多？所以为什么这个你在乎的人对你的伤害可能就会比较深？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监狱，就是有可能你的伤害就是你可能以前是不自由的，当然我不是说你被坐牢啊这个意思，就是有可能说你以前可能家庭可能管得很严，或是你可能是有很多规矩的，你一直都要去遵守，所以你会觉得你自己是没有你的自主的自由，或是你好像很多想做的事情都没办法做，你觉得是被绑住的。你们再看看你的内在小孩受到过什么样的伤害呢？好，我们看到了这三张牌，第一张这个 perspective，就是说快乐，或是头脑清晰，或是一种比较有阳光的感觉吧。我会觉得有时候啊，可能就是说，我觉得我给我感觉哈，这个为什么有可能会是一种伤害的原因，就是说，可能你很少就是被要求说，不能在大家面前哭哦，但是你不可以这么的没有礼貌，这么有情绪可能你要展现一个好的状态让人家知道。有时候我们过度压抑情绪的原因，就是源自于可能很小我们就被教养说，男孩子不该流眼泪啊，或是你要坚强一点啊，你要就是你不可以这么悲伤啊。有时候这个也会成为伤害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真正的东西，好像你的感情、你的情绪是不允许展露出来的，因为你不自觉就会觉得，难道我这样是错的吗？原来我悲伤是不能让人家知道，因为这个是内弱的行为。可能这种的状态下，你的不知不觉，其实你会就是隐藏了，让你的内在小孩形成，就是好像觉得，我有苦不能说，或是原来我不能跟别人透露我真实的感受。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失去啊，或是一种很低沉的状态呀，很悲伤、很灰暗的一种状态。就是可能你曾经的，就是有一些什么东西失去了、不见了，或是有一些什么关系的断裂，让你觉得曾经有一种人生很低潮，甚至会有抑郁的状态。你会觉得可能你会觉得有些东西不见了，你觉得没办法再回来，也觉得没办法去收复，所以对你会觉得有种很重大的伤害，觉得这个东西是没办法再补救的。最后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这个的放弃 ，OK， 觉得很冷漠，就是没有被好好的对待的意思。有可能哦，就是你可能说不定小时候家里的人有会跟你说过你再这样话我就不要你啦，你再这样子的话我就不理你呢，这样子。这种冷漠的行为嘞，大家就会觉得怎么可能是真的他们都是说笑之类的。可是可能在以前的你看来，这一种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心灵创伤，因为其实小孩不懂，他们就是大人讲的是真的假的，可是当下的你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就是有可能是真实的，你会害怕，你会担心，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导致到你会担心，会不会我只要没做到他们的期望，他们就会放弃我，他们就会不理我，所以就会形成一种伤害的产生。好了，我们会再看一下，到底你的内在小孩还受过什么样的伤害呢？首先，第一个我看到的是女巫。那女巫这一张牌呢，在这里呢是说，它是代表连接这个自然力量跟超灵性力量的存在，因为她是勇敢的面对黑暗，她学会怎么去在这个的到底就是这个重要性啊，就是怎么在黑暗里面成长的重要性啊，怎么在她的道路上换光明出现这样子。她知道每一个东西负面是怎么去运用的，因为她是个女巫嘛，所以毒药什么她都会用的意思。那我会给我感觉就是你的伤害，就是说其实你也是一个走过黑暗的人，可能你很懂得怎么去跟自己去相处，怎么去安抚自己。可是这个是比较负面的感觉，就是说对啊我不可以哭啊，因为哭就会被
看不起啊，我要坚强啊，我要咬紧牙关要撑过来呀，我要知道哦，不可以气馁呀，我不能被别人看扁啊。你可能是用这种方法去激励自己，去掩藏你一些的伤口，或是你不想让人家知道你是有脆弱的一面，就是很硬挺的去在这个黑暗上面让自己能挺过来或走过来的。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湿婆啊，OK，湿婆就是一个阳性的能量，而且它是黑暗不能说是黑暗之王，也就是它是就是其实它就是那个帮我们就是世界喝了毒药，所以才让身体变蓝色嘛。它是有非常强大的力量，而且它很能忍受身体的痛，而且它有超然的智慧跟创造力，而且它是一个毁灭之神哦。那所以的话，你可能就是之所以你今天变得很强大，就是因为你曾经经历过一些很我们说灭顶的事情，就是说可能你就是曾经遇到很多不幸的事情，才养成你今天的强大。所以那些黑暗的事情，其实虽然你现在已经重生了，或是你已经唤醒过来，就是你就很坚强撑到现在，可是那些伤可能都有藏在里面，没有被好好疗愈。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就是说到底有哪些伤其实是你忽略的，可是却一直都有在影响你的呢？这一次我们就用一张比较有趣的，就是看潜意识的卡片，去让大家可以一起去感受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好，首先第一张我们看到幸福在下棋哦，给我的感觉啊，有种步步为营的感觉。我会觉得你的伤之所就是被负的伤，就是说你觉得你的幸福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或是你觉得你家人对你的爱呀，或是你身边人对你的爱，你每一步都要走得很小心。你会觉得只要我做错了什么，他们就会不爱我，他们就可能就没办法，现在的和谐的紧张就会被打破。所以你可能每走一步的时候都要想清楚，要顾及很多的层面，要顾及可能其他人的想法啊，或是可能你的未来呀，其他人怎么去看你呀，或者你的家庭啊，就会你也知道，在一个棋局里面，每走一步都要可能要想一下下一步怎么走，或是对方会怎么走，其实要顾及的事情很多。给我的感觉是，你的幸福是要建基于在很多的思考里面的，你会担心可能只要走错一步，可能就会失去。另外呢，我们看到父母，然后一个沙漠的骆驼啊，OK，那我会觉得你父母对于你来说可能是很冷漠的，而且是那种很干的感觉，就是好像给我感觉这幅画就有种好像你那种他们好像是有个很大的阻隔，可能你们不一定是不爱大家，可是你们当中可能有很多的矛盾，或是大家都很吝啬去表达自己的爱，因为我们说嘛，情绪就是水嘛，对不对？就是水元素嘛，感情啊这样子。可是你在父母这一框得到的是一个沙漠。OK，就是你完全是得不到情感的滋养，可能你父母他们只会很严厉的管你，用一个很严父严母的方式去照顾你，他会觉得这样你才能成才。他们给你爱的方式是让你感受不到情绪的，或是你会觉得很冷漠的感觉，或者你们之间隔了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些都是对你造成一个不少的伤害，而且现在也影响着你。然后呢，我们第三章看到就是慢一点。然后我看到就是一个小孩抱着一个玩偶，感觉他应该是觉得这个是他安全感的来源。你可能一直都被人家赶上去，所以呢，你有时候就想说，我想慢下来。我觉得慢下来，我才可以感受到自己，或是我感觉到比较有安全感。可能你本来是一个情绪很敏感的人，可是身边的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你需要一点时间，你需要一点的去反应或是感受这个世界，才能慢慢进入你的安全感。他们都会想催赶你，让你快一点、成熟一点、做好一点。所以这样子的逼迫是让你觉得你的伤是一直都影响到你的。好了，我们再看看有什么伤是你忽略的，却有影响着你的呢？我觉得跟刚刚有点对应得到。第一就是说，这个的歧视是什么？就是快、迅速、做得好。就是有可能你就好像一直在被逼迫的长大，叫你要快一点啊，做好一点啊，做多一点啊，努力一点啊。就是你这样子，其实一直的催逼，你会有时候就是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就怀疑是不是我的步调不对，是不是我做的比人家慢，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
然后呢，我就是看到这个，就是这个帆船，就是一种旅游，一种短途旅游的经历。可能就是有些像是你在外面的时候，你一个人可能出到这个社会，你在走这个的时候，就是可能你去出差，或是你出国，你会发现自己好像，诶，我好像没有这个能力，或是我好像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好像你越看见这个世界，你越觉得自己是渺小的，你越觉得自己好像比不上别人，或是你会发现就是可能你的以前学的那一套价值观跟外界是对接不起来的，或是你会有很多的怀疑，或是觉得这样是对的吗？或是我越看得多，越觉得自己我好像以前学的不是这样子。另外呢，我看到就是镰刀，就是收割的意思。那有可能就是说，其实你经常都会被家里的人，或是被其他人去拿掉一些的好处。我会给我感觉就是说，他们可能一直都想在你身上面拿到一些的，不管是金钱、爱什么的，你会感觉好像一直都被剥削，或是可能我要一直的付出，我才会获得我想要的东西，交换回来的感觉。这些都是无形的，就是可能有伤害到你，可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其实你一直都被人家去这样的，我不能说割韭菜耶，应该说就是你就被人家收割，就是你一直都要当好人，一定要付出，一直都要努力啊，这样感觉。然后呢，我们会看一下，到底你的内在小孩想跟你说什么呢？我们会抽塔罗牌看一看，到底他对你想喊话什么东西呢？这一次的占卜里面主题啊，第一张我们看到就是魔术师的逆位。大家都知道魔术师就是他什么东西都会做，什么东西都可以嘛，10样才艺都能精通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是逆位哦，OK？现在你就是有种感觉，就是说你开始就是你的那个小生跟你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多法力，就是什么都能做出来的人，可是你现在硬生生被掰成一个就是失去法力，因为你很多时候都要跟着别人的指引去做，或者你就好像这个狗被绑了一条绳子，要跟着主人的食物去表演出别人想要你做的表演，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去做你自己的事情。当你没有在随心所欲的时候，你的超能力、你的智慧、你所有的法宝都没办法使用出来，这样你就会觉得自己变得像一个平平无奇的人，好像一身武功都没办法好好的施展。他就说这样子有点浪费，他会说。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节制，节制这样是逆位，那是什么意思呢？他提醒的是说没办法平衡的意思嘛，节制就是拿着一个天秤左右平衡的意思嘛。那就是等于说，就是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你没办法好好的去享受你的生活。那现在呢，这个东西在逆位，就是说，其实呢，你要诚实一点，自己到底你现在有什么是不平衡的，你是有什么东西是没办法好好的注意的。当你觉得不平衡的时候，就好像狗狗在这个海里面，那个海不停的翻滚，是不是它会有一种好想呕的感觉？就是其实这种不平衡已经会导致到你有种不舒服。其实你会过度的可能付出，过度的压抑，这些的不平衡，其实已经影响到你，甚至会有身体上的一些状态，或心灵上的一些状态。那你是不是要好好的去重视呢？你的内在小孩想跟你说。然后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这个的权杖骑士的逆位，权杖骑士呢，就是本来就是说他很努力的去朝向他的目标去进发，可是你发现他现在在逆位，这一个骑士他拿着一个不成对比的很重的重担，一直盯着这个木头。可是问题是说，你怎么样不要让自己的去过度的去用力的去做一个事情，就是太勉强你自己呢？你的那个老师跟你说，你很努力，一直扮演很多的角色，很努力的去让每个人都觉得高兴，去满足所有人的期待。那你有想过你自己呢？会不会有一天你背着这个木头走到一天走不动，或是那会怎样？你会不会崩塌？所以他想你去认真的去思考，到底是不是你被这些东西绑住，你不断的失去平衡，还有一天你真的没办法再这样处理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他还有话在跟你说，他说，你的指导的天使就是你的好朋友，
OK，就是有可能你会觉得你缺乏资源，你缺乏了其他人的支持，你觉得自己很孤独。可是他想跟你说，你的指导灵、你的天使、你的高我，他们一直都有在，他们都很爱你。然后呢，另外一张就是说原谅。他说，当你有时候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你的天使会原谅你，也请你要原谅你自己。OK，我们没有人是完美的，他们天使神明他们都觉得所有不完美就是完美。OK，没有一个人都是说怎么样活到叫完美，怎么样做到叫100分。你要学会原谅自己，或是接纳自己吧，我可以这样说。其实你所有的不完美，如果一个人是真正爱你的话，他是可以接受你所有的不完美的。如果今天那个人会因为你的不完美而嫌弃你的话，有可能那个人不够爱你，请你相信这个。那我们接下来再抽到你的指导灵，还想跟你说的话，就是这个 Nine of Hearts。OK， 这个呢9颗星就是代表完满啊、和谐啊、保护的意思。那我这一张牌呢，它的内容就是说，他说这个在代表成功跟就是这个情绪的满足跟智慧。那你的高我是说，其实你今天如果你可以好好照料你的情绪，让自己可以情绪稳定下来，好好的去疗愈自己的伤，其实你是会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有时候我们的情绪不是说会拖累我们或是怎么样，有时候适当表达的情绪，你才能勇敢的可以再重新的站起来，去面对所有的问题。所以他跟你说，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展示自己的情绪或是情绪化是内弱的表现。可是只要你知道情绪抒发之后怎么去回稳，怎么回到当下的状态，其实情绪是需要被抒发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张牌，这个就是自由的意思，就是请你从过去这些负面的一些东西跳脱出来吧。那可能你没有注意到，其实你可能是一个非常容易情感去依赖的那个人。就算我觉得，假设你是因为父母他们没什么情感给你，其实你是很需要他们的。我相信，我感觉到就是说，其实你对所有人都很多的很深的爱啊，很多的羁绊啊。可是有时候这些羁绊过多是会影响到你，因为你会觉得你想满足他们，你想照顾他们。可是有时候你要适当的让自己放开，让自己可以真的不要被这些情绪所绑架，不要被别人所影响。只要你把这些负面的，我主要是针对在负面，因为很多时候这种负面的情绪的勒索啊，这些问题啊，其实是让你没办法自由自在的飞，或是没办法自由自在做你该做跟你想做的事情。所以要学会分辨，不要过度的付出，也不要过度的被这些东西所影响跟绑架。好了，我们再看看你的内在小孩想跟你说什么呢？首先，第一张抽到就是纯净的企图。那这个是就是说，如果当你想就是愿望成真啊，请你慢慢好好的去许愿。你许的愿要发自你的真心，为自己许愿，而不是为其他人许愿。我以前就有一个个案很有趣，我就说，为什么我就要写他要想显化的愿望这样子。我发现他写的愿望10个有9个都是跟别人有关的，可能想他女儿好啊，想他老婆好啊，想其他人怎么样啊。我说我教你写的是你的愿望为什么你都是帮别人许嘞？许他们能找到什么工作啊，他们的家庭幸福啊，那你自己所以呢，你要纯净的意图就是先从自己的着想。你要记住一个话很重要，只有你好，其他人才会好。先顾好自己，再想别人。OK， 不要总是先为别人想，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做什么，再重新再许愿，向宇宙去许愿。然后呢，就是你的内场想跟你说，请你相信魔法的存在，因为我觉得前面你抽到你应该是一个魔法师，有很多的能力。有时候可能说，其实这个神奇的力量是到处都能存在的，只是它这一颗你看不见而已，不代表这个东西不存在。请你相信魔法，相信世界上是有奇迹的，不要这么容易的放弃啊、担心啊、怀疑。好了，那我们再看看，就是怎么样可以去疗愈跟拥抱你自己的内在小孩了。我们抽了一些字卡。好，首先呢，第一张就是说，请你静下来感受宇宙给你的指引。
就是有时候其实宇宙给你提醒的方式有很多种，像我们现在在做大众占卜啦，有时候可能你听到一句话，听到一句歌词，那请你相信这些就是宇宙给你的指引，不要怀疑啊，是不是我想太多，是不是我错觉了 ？OK， 相信 OK。然后呢，就是请你坚持你的信念，不要自我怀疑。有可能一开始你要做自己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反抗，遇到一些打压。可是今天只要你愿意坚持下来，你一定会成功。不要只要遇到一些怀疑，你就担心是不是我做错，是不是我这样做是不对的。请你用心的去坚持，只要有坚持，你才可以慢慢的走出来，接回你的内在小孩，去疗愈他们。然后你现在有足够的安全感吗？你的安全感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是想知道，就是你怎么样让自己有足够的安全感，不是依赖别人，不是依靠别人得到，是靠你自己得到的。当你有足够的安全感，自然你的内在小孩就会慢慢的可以去释怀了。当你懂得珍惜与感恩，成功就你跟进，那我觉得你可以好好想想，就是你怎么去珍惜现在的自己啊，感恩，就算过去是不幸的，可是它也是为了对你带来一些能力啊，可能带来一些机缘啊，这样子，我们学会换一个角度去看事情，让自己可以慢慢疗愈好你自己。好了，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要疗愈你的内在小孩，就是首先要学会解决问题。怎么样化解呢？有时候有些问题你会觉得很难解决，我怎么可能改变到我父母的思维想法呢？那你首先先解决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思维。如果今天真的没办法沟通，那要不要学会切割，甚至乎可能学会说不呢？有些人连拒绝都觉得很困难，就是只能予取予求啊，说什么就做什么。那你是不是要学会怎么样去让自己不要再被这种负面的能量缠绕了？你要学会找到化解的方法、解决的方法，去保护好你自己，画好你的界限。另外呢，就是春天嘛，这一章就是代表觉醒、计划、更新。所以呢，你应该要去往一个正面的，怎么去计划自己的未来，怎么去更新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更新想法比较重要，因为如果你一直都是让自己被这种负面情绪跟能量所绑住的话，其实你就很难去好好的去疗愈你的小孩，因为你自己会觉得不相信，或是担心，或是你就会一直还是困在之前的一些负面的伤害里面，那你的内在小孩就比较难疗愈。好了，我们再看看怎么样可以疗愈到我们的内在小孩呢？我们抽到的是这一张牌，这个蜗牛的这个牌了。那跟那个 Huckleberry，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说它的牌就是说相信不存在的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相信神明的这种东西。因为呢，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很勤劳的蜗牛，它经常都会带着它的家到处跑嘛，对不对？在其他人来说，觉得它是一个很简单、很务实的一种生物啊。OK， 因为可是问题是说，你没有发现，就是说，其实它也代表一个生命的循环。其实问题就是说，现在其实蜗牛它虽然背着它的壳。可是他还是可以在这个地球上好好的生活。有些人会觉得，他这样子好像搬家很累，一直背着他的家。可是这就是他生活的方式。那当你要疗愈你的内在小孩，首先要相信，大自然既然能创作这种生物，一定是有它的原因。为什么要创作它有一个壳，这样去让它带着这样走呢？那每个人创造的，就是做物主要创造。人类的方式是这样，你的人生也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嘛，对不对？那你学会去了解，学会去知道，相信这些我们说看不见的力量是有它的原因的。甚至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命盘，了解一下当然，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预约咨询，去找我去看看你的星盘啊，或是生命灵数啊，为什么这些苦难或者你遇到的事情是有什么意义的？有时候，当你慢慢去了解的时候，你就可以释怀，而且就相信他们给你这些东西都是有原因，都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强大，或是要完成你的人生使命才会创造出来的。好了，我们接下来会看一下怎么样可以让你自己变得更完整。首先，请你聚焦于爱，从你的生命中遇到的每个人身上发现他的美好的特质
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对人失去希望？因为可能我们会觉得他们很不好，或者他们有什么东西对我们很差之类的。学会多欣赏这个人的好处的一点，让自己可以比较容易释怀。当你慢慢的去感受到别人的好的善意的一部分的时候，其实你慢慢会让自己更加完整。然后呢，就要学会拥抱自己的情绪，不要压抑着你自己的感受，跟不要批判你的情绪。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怀疑说，情绪是不是不好啊？是不是流泪啊、哭啊，这种是弱者的行为？其实不是的。只要你适当的情绪抒发，你又可以很好的回到一个正确的位置的时候，你这样子才能让你的心灵跟人生的健康更加好的去成长。然后呢，喜欢吸引喜欢。如果你希望这个生命里面有更多的人给你爱，那你就要让自己成为更加充满爱的人。所以第一步，请你先做的就是爱你自己。很多人就觉得，我要付出很多才会得到的人的爱。有时候我会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你要得到这个爱的条件，就是你觉得你需要付出，你需要是先拿出来的那一个。那所以当人家没有同样的方式回报你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被亏待了，你就觉得自己会被失望了。那我会说，为什么你与其你先对别人好，为什么你不先对自己好呢？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不可控的东西放到别人的身上？我可以控制我对自己好，可是我很难控制别人对我好。那请你好好先学会爱自己。好了，我们再接下来看看，就是怎么样自己变得更完整呢？我们抽到的是狮子。狮子这一张牌呢，他说，其实狮子它的是一个人类害怕的动物。他说，可是呢，它好像有很漂亮的皮毛，而且它有非常尖锐的牙齿跟很锋利的爪子这样子。可是呢，你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狮子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有能量，很知道自己做什么。那其实你的内在就是跟这头狮子一样。可能你会觉得你的内心就是一头猛兽，可能你很怕放它出来，你觉得别人知道我内心有这么多的想法，这么的东西可能会让人家远离我啊，疏远我啊。那其实你要学会，就是说你怎么去看这个东西，你可以觉得它很有攻击性，你也可以觉得它很勇猛。OK，那你到底你的内在，你要用什么个方法去看待你真实的内在呢？有可能有些人觉得很会用智慧，可能是聪明；有人可能觉得这个是狡猾。负面来说，那当你愿意让自己变得更完整，首先你要接受你内心所有的想法，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或是你希望自己往一个什么方向走。当你愿意去把它做成一个你想要的样子，自然其他人就会慢慢的去接受你。可是如果你一直隐藏，一直担心别人不接纳你的时候，其实这个很难去改变。好了，我们再看看怎么样去让自己变得更完整呢？首先，我们抽第一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爱自己。OK， 这个火鹤就是协助自己与他人闯开心轮，也因此开启了与上天的连接。我觉得你可以多学学怎么样去接受讯息啊，或是感受这些看不见的能量的存在。其实你慢慢会感觉到，不止你自己，其实很多的这种无形的能量，其实都很爱你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罂粟花，就是坦然面对，就是用沉静的心去面对纸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在问题的背后都有其重要的学习。所以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你遇到的遭遇很不幸，或是为什么会遇到这些状态？可是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你要学会怎么样去面对你的人生吧。我会觉得，就算可能你发现你的父母对你很冷漠，可能其实就是因为你要学会怎么去感染其他这些冷漠的人，或是你怎么样好好去在这些环境中好好的生存，照顾好自己，活出精彩的人生。我就经常都会跟我的学生说，就算莲花它出生在一个淤泥下，可是我们都说它是出淤泥而不染嘛，我们也说灵性开启，我们经常用莲花来代表嘛。就是其实你的出生，你的过去是为了让你变成更美丽更好的去绽放你的想法，你的思想，你的情绪或者你的感觉。那所以你要好好的去想，到底这个东西是想让你学会什么课题，怎么样做。那我们接下来的还会看到就是两张牌的最后的两张牌，就是说借小真上自无。
那这一张牌呢，就是我们想说的，就是说，你的生命即将有一件事情要揭开真相，就好像覆盖的沙层要被吹开了，一张截然不同的真实图像将显露在你的眼前。这个真相将会让你得到很大的释放，让你更加可以确定你的人生方向。你要做的就是内心等待，等真相在最适当的时间在你面前揭露。OK。那所以，如果你要让自己变得更完整的话，可能你要稍微有点内心，说不定有一个很大的东西，你会很快知道，而且可能知道了之后，你更加会知道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为什么我会要变成这样子，而是我过去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些想我学到什么呢？可能你就很快会得到解答，你的心里面很多的问号啊，可能很快你就知道了。那然后呢，我们这个青年信母，它就是说，它这个叫做绿松石莲花信母，它现在把珍贵的疗愈带给你，它告诉你就是说，请容许自己摆脱挣扎跟痛苦。过去一个沉重的习气一直压在你身上，可是那个习气快要结束了，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可能你会发现某些事情已经花掉你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那你就该是时候让它离开了。你不要怀疑，你确实已经学到你该学会的课题。那你现在受到观音的庇佑，即将要展开业力的疗愈。等于说，我觉得你之前遇到的东西，一定是让你学习什么功课。那证明我如果觉得超张牌，就是你的功课是真的有努力的做好了，所以差不多可以放开，差不多要结束了。请坚持哦，我觉得你一定可以活出一个很精彩美好的人生啊！这句话是你的内在小孩跟你说的，还有大天使加百列跟你说的。那我希望呢，第三组这一组呢，如果你有什么感觉啊，或者你觉得你想有什么话想跟你的内在小孩说，也很欢迎你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我相信呢，就是越来越多人的透过自己的分享，其实你就会越来越放松，走出来，可以疗愈好你自己。那当然，每个留言我也会亲自回复。那也很感谢你的收看。那如果想给大家支持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就是追踪我啦，然后点赞这些影片。那非常感谢你的收看。那我们下一个话题见哦，拜拜。